科学家拿自己的亲儿子做人体实验，他想打造出不死不灭的战士，一直在秘密研发超级血清。这想法听起来非常离谱，但在巨额资金的支撑下，他还真就把地球上拥有再生能力的动物全部研究了一遍，从各种再生细胞里提取基因，反复折腾了好多年，终于各种检测结果都指向同一个结论：药剂研发成功了。可当他把药剂注入猴子体内，猴子的基因根本匹配不了，甚至暴毙而亡。实验卡在了最后一步，大卫直接萌生了用人体实验的想法，但上司拒绝了他的要求，认为这项实验太过于危险，还直接叫停了整个项目。可大卫已经痴迷这项研究，彻底拔不出来了。最后他竟然私自把血清打进了自己体内，好在当时没什么异常反应。直到几个月后，大卫彻底放弃了实验。可这天拥有生育障碍的妻子告诉他自己怀孕了。几个月后，小班纳顺利出生，但大卫很快就发现儿子不对劲，这孩子一哭闹，他的身体就会泛起一些诡异的绿色，这让大卫越想越觉得可怕。于是他偷偷抽了孩子的血去化验，发现当年他注射的药剂成分竟然融入了儿子的基因里，而且还发生了严重的质变，完全超出了他的掌控。大卫又怕又急，迫切想找到解药，但还没等他研究出什么，军方发现了他私自做人体实验的秘密。为了躲避即将面对的牢狱之灾，这人脑子一抽，想干掉小班纳来掩盖证据。争执中，他失手杀死了拦在前面的妻子。大卫被判了刑，入了狱，小班纳的童年就这么支离破碎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班纳长大了，在一家研究所当教授，还交了一个高颜值的女朋友小美。唯一的问题是，班纳一激动身体就会出现不良反应。谈了几年恋爱，两人一直没有打过扑克。而且小美还有个特殊的身份，她是当年叫停父亲项目的那个上司的女儿，这缘分简直比电视剧还狗血。只是班纳不知道，更离谱的是，他潜心研究数年的伽马射线，居然和他爹当年搞的是同一套，但他每次都以失败告终，却不知道自己就是那个最成功的实验体。直到这天，在一场伽马射线实验中，仪器突然出现故障，一场毁灭性的灾难近在眼前，足以瞬间击穿人体的伽马射线即将外泄。班纳眼疾手快，及时推开同事，为了防止引发更大的灾难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用血肉之躯挡在了射线出口前。本以为要领盒饭，结果呢，伽马射线一通猛灌，倒把他身体里的浩克给激活了。事后检测结果更是离谱，那些足以杀死一切生物的射线对他毫发无伤，甚至还把他多年的老寒腿给治好了。小美觉得这事儿太反常了，心里很不踏实。当天晚上，班纳做了一个奇怪的噩梦，他感觉有无数东西在他脑海里苏醒，还有一个绿色的怪物在他体内诞生。等他从噩梦中惊醒，发现消失了10几年的父亲正坐在他的病房里。大卫告诉他，他被伽马射线照了却没死，是因为他从出生起基因就被改变了，他跟别人生来就不一样。说完这些，大卫准备离开，临走时让他控制好自己的脾气，不然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。大卫走后，偷偷去了实验室，用伽马射线改造了3只恶犬。而班纳一时半会儿还接受不了父亲说的话。第二天，他抽了自己的血去做检测，结果看到了一幕让他震惊的画面，血液里出现了一种绿色的细胞，正在吞噬红细胞，不安感一下子涌了上来。父亲的话在耳边回响，童年的阴影也翻涌而出。他越想越控制不住情绪，越想越愤怒。突然，那些绿色细胞迅速扩散，充斥了他的全身。班纳意识到不妙，但已经晚了，身体开始快速膨胀变异，衣服被撑破，只剩一条无敌裤衩。一个巨大的绿色怪物破体而出，浩克降临了。这时的浩克就像一头失控的野兽，只想摧毁眼前的一切。他轻而易举地抬起几千吨的设备，砸穿墙壁，跳到楼顶，对着天空咆哮，宣告自己的降临，然后消失在黑夜中。第二天，小美来找班纳，看到他只穿了一条被撑烂的裤子，问起昨晚的事。班纳却表示什么也不记得，只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很真实的梦。小美心里隐隐有了猜测。这时外面传来敲门声，是罗斯将军带着人来了。班纳否认自己破坏了实验室，但他的工作证落在了那里。就凭这个，军方认定他有嫌疑，还是决定对他进行48小时监管。第二天，被关在家里的班纳接到了父亲的电话，大卫直接表示想让班纳和他一起合作完善永生的实验，从而掌控人类。班纳拒绝了，觉得他是在痴心妄想。大卫也不急，告诉他自己派了3只变异的恶犬去找小美玩了。班纳瞬间炸毛，正要冲出去救女友，他的情敌先找上了门。这人也喜欢小美，一直看班纳不顺眼，今天就是来找茬的。他服过兵役，身体素质好得多，轻松就把班纳揍了一顿。他开始辱骂班纳的母亲，这简直是往枪口上撞。班纳的怒气值瞬间爆表，浩克的力量开始觉醒，他一甩手就把情敌掀飞了出去，身体开始膨胀变异，痛苦地完成了变身。
情敌被从屋子里扔了出来，在外看守的特工开枪射击，但对浩克毫无作用，反而让他更加愤怒。浩克一脚踢飞情敌，一脚把沙发踹出去，撞翻一个特工，再抓起情敌反手一丢，砸飞了另一个特工，随后快速离开了现场。此时在家画画的小美听到外面传来剧烈的震动，小心翼翼地出门查看，一个巨大的绿色怪物从树后探出头看着她，差点没把她吓死。但怪物没有伤害她，她仔细看了看那张脸，才认出这是自己的男朋友班纳。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树林里出现了3只凶神恶煞的变异恶犬，眼睛里冒着绿光，流着恶心的口水。浩克把小美轻轻放进车里，转身面对3只恶犬。这3只狗不好对付，都是被伽马射线加强过的。浩克抄起一棵大树当武器，跟他们打在了一起。有一只试图攻击小美，被他一棍子砸飞。浩克把战场转移到了树林里，虽然他力量很强，但双拳难敌4手，何况是3只满嘴獠牙的变异犬。他们从地下打到树上，又从树上打到地下，一时分不出胜负。这时又有一只狗去攻击小美，这回彻底激怒了班纳，他爆发出了恐怖的力量，一拳锤爆了一只，另一只被随手一扔，摔成了肉泥。第3只咬住了他的肩膀，浩克的肌肉直接膨胀，把狗的下巴给撑裂了。看着小美害怕的眼神，班纳渐渐恢复了理智。这一战让浩克耗尽了力气，他低头看着水面倒映出的自己，怒火渐渐平息，身体也慢慢恢复了正常。他光着上半身走回女友身边，终于支撑不住倒了下去。小美被吓得惊魂未定，犹豫了很久，她还是决定给父亲罗斯将军打电话求助。罗斯将军收到消息，立刻派出特种小队，他们用麻醉枪迷晕了班纳，把他运到了荒漠里的秘密基地。小美的初衷是想让父亲帮忙治好班纳，但她低估了军方的想法，这么强的浩克基因不拿来打造超级军团简直浪费，他们当然要好好研究一番。小美这才发现自己被利用了，但她已经拦不住了。由于需要变深厚的浩克基因，班纳被关进了实验舱里。接下来这对父子的恩怨，军方的野心，班纳能否掌控体内的浩克之力，还不知道要掀起多大的风浪。